乌军精准空袭赫尔松指挥部，俄军紧急加固克里米亚基地。乌军空袭奥廖尔军事基地，重创俄军后方补给线。乌军火力精准打击，俄军车队遭海马斯摧毁。俄乌战事焦点，乌军反击收效，俄军北线攻势失利。俄军苏25战机误击僚机坠毁，乌军米格29精准摧毁俄军基地。俄罗斯升级北约边境核设施，斯洛伐克公开支持乌克兰入欧盟。以色列拒绝伊朗和解提议。德黑兰中央监狱爆炸，引发大规模越狱。伊朗新任最高军事指挥官遇袭身亡，上任仅4天。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对南部战场和克里米亚的打击行动正在不断升级，再次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 RBC 新闻报道，当地时间6月16日前后，乌克兰空军出动了米格29战机奔袭赫尔松地区的奥列什基目标，一举摧毁了俄军设在当地的指挥中心。据现场视频显示，空袭发生时，2辆俄军卡车正向指挥部集结，疑似运输装备和补给。米格29在锁定目标后投掷了精确制导炸弹，数秒后整个区域被烈焰吞噬，浓烟滚滚，爆炸声在赫尔松战场上空回荡。空袭结束后，俄军的指挥部建筑被彻底夷平，大量物资付之一炬，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乌军近期在南部战线的空袭明显频繁，不仅是赫尔松，扎波罗热更是成为另一主战场。就在此次袭击前一天，乌克兰战机连续对扎波罗热西部的2个俄军指挥部展开空中打击，同样由米格29主导。这一系列行动显示，乌军正逐步将南部空域变为常态化巡逻和打击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米亚如今已成为乌军集中火力的核心目标。据 ISW 战争研究所报告，俄军不得不加固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防御，在贝尔贝克机场增建了16座混凝土机库，但面对高频率、高精度的乌军打击，这些防护措施能否发挥实效仍存疑。仅3天前，乌克兰空军就向克里米亚发起了数百次空袭，重创克斯海域附近的军用机场。在空袭战术愈加成熟的同时，乌克兰还不断提升本国的防空能力。基辅方面已成功将苏联时代的 Buk 系统与西方援助的武器进行融合，使其具备发射海麻雀导弹的能力。此外 S-300 系统也在持续升级中。德国援助的 Iris-T 防空系统目前已在乌克兰西部全面部署，成功拦截多轮俄军巡航导弹攻击。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打击正迈入新阶段，近日又一次将战火延伸至俄境深处，引发舆论强烈关注。6月17日夜间，俄南部战略重镇奥廖尔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军发动了密集空袭，奥廖尔各军事基地均传出巨大爆炸声，现场火光冲天，防空炮火与无人机爆炸声交织成整夜不息的轰鸣。虽然俄方尚未披露具体伤亡与损失，仅声称在包括奥廖尔在内的10个地区击落了147架无人机，但从曝光的视频与目击者的描述来看，战果远未如其所说乐观。显然，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正在不断升级，其无人机战术正在对俄方防线造成持续性骚扰与消耗。与此同时，苏梅战线也传来乌军捷报，俄军一度试图快速推进，以图在短期内拿下这条关键边境通道，但多轮进攻已被乌军逐一击退。乌克兰边境局表示，当前俄军攻势明显减弱，快速推进苏梅的战略意图已经失败，这条战线的稳定
意味着俄军在东北战线的节奏再度受阻。而在顿涅茨克方向，乌军的打击则更为直接。乌军凤凰无人机部队精准摧毁了俄军在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的一座弹药库，并炸毁了2辆装甲车辆。第44炮兵旅在另一地打击中成功摧毁3门姆斯塔比榴弹炮和一处弹药储存点。这些行动不仅削弱了俄军的火力，也让其后勤补给面临巨大压力。值得一提的是，6月14日曾遭袭的涅温诺米斯基氮化工企业，如今也传出已暂停营运的消息。这是俄罗斯最大的氮肥工厂之一，也是俄军燃料化工链的主要一环。乌军无人机打击不仅摧毁了工厂基础设施，更让所谓的防无人机系统形同虚设，直接冲击了俄方的军需保障。在国际层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也在不断加强。波兰境内正在对乌军进行大规模训练，已有超过3万名士兵接受过系统作战指导，而法国更是为乌方装备了完整的北约旅。乌军前线部队如今经验丰富，反过来甚至已开始帮助欧洲军队提升实战能力，特别是在无人机战术、电子战与情报处理方面。乌克兰的经验已成为欧洲各国争相学习的重点。6月13日，乌克兰东部的马基耶夫卡再次成为战场焦点。当天，一支俄军车队刚刚抵达顿涅茨克地区，在路边短暂停车休整。谁知这一平静瞬间却成为灾难的开端。乌克兰军方掌握了精确情报，迅速出动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发动了致命一击。据悉，这支俄军车队由多辆军用卡车和轻型车辆组成，正准备前往前线增援，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动向早已暴露。乌克兰游击队将俄军的行车路线、停靠时间等关键情报传递给前线部队，海马斯系统随即锁定目标，发射多枚高精度 GLSDB 火箭弹，直接覆盖了整个集结区域。攻击现场火光冲天，爆炸声持续不断。据初步统计，此次袭击造成至少20名俄军士兵当场死亡，另有数十人重伤。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士兵甚至还未踏入战场，就已在后方被团灭。这一打击不但重创了俄军的兵力调动，也再次暴露出俄方在情报保密与战场调度上的严重漏洞。2025年6月17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10天，战火依旧凶猛。这一日清晨，俄罗斯出动了多达445架无人机和32枚导弹，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基辅、扎波罗热、切尔尼戈夫、日托米尔、基洛沃格勒、尼古拉耶夫等地相继传出爆炸声与火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在社交媒体发声，称至少有15名平民在袭击中丧生，75人受伤，废墟中是否还有被困者尚未完全清楚。乌军总参谋部发布的战况通报显示，在过去24小时内，两军发生了136次交火，俄军向乌克兰阵地和居民点投下82枚航空炸弹，进行了多达3924次炮击，前线战火密集，其中北部战线尤为激烈。昨日北线爆发了31场激战，乌军在苏梅方向强力反扑，成功收复了多个定居点。俄罗斯部署在此的5万军力陷入混乱，部分部队正在撤退。第一近卫坦克军和第3摩托化步兵师已经撤回俄罗斯境内，第76和98空降师也正在缓慢撤出。眼下俄军在北线精心筹划的夏季攻势几乎陷入崩溃，不仅没能突破乌军防线，反而在各个方向损失惨重。然而外界普遍质疑，乌军为何迟迟不发动全面反攻呢？军方分析师指出，首先，乌克兰尚未夺得空中优势，在缺乏制空权的情况下，贸然反攻风险极大。其次，绵延683英里的防线也令乌军精疲力尽，必须先行休整。再次，当前乌军采用守势伏击，
精打细算的守株待兔策略，能以最小代价、最大限度消耗俄军兵力。这是一场时间与耐力的较量。最后，在攻防伤亡交换比通常高达3:1的情况下，乌军更不容轻易损兵折将。士兵是乌克兰最宝贵的资源，每一位都不可替代。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安德里·德姆琴科透露，俄军在苏梅方向损失严重，近来已经很少再见到他们的步兵小队渗透行动。由于兵力告急，俄军甚至减少了对摩托车等轻型载具的使用，这从战场频率和机动性上都可见一斑。在顿巴斯方向，乌军也悄然推进。根据战地媒体 SW 的报道，乌军已成功夺回托列斯克方向的奥列克桑德罗卡尼诺村。俄军不甘失败，试图组织反攻，但几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方向，乌军已经构筑了6道堪比乌板苏洛维金防线的坚固防御带，使俄军的推进几乎陷入停滞。一名俄军第90坦克师士官向随军记者无奈抱怨，指挥部如果还让我们不停地冲锋，那我们迟早都得死在泥里。而南线的赫尔松方向，乌军则展现出精准打击能力。侦察无人机发现俄军在奥列什基的指挥所附近大规模集结，随即乌克兰空军派出米格29战机实施定点轰炸，将整个阵地夷为平地，敌方兵力与装备损失惨重。紧接着，乌军重型轰炸无人机又摧毁了俄军一个大型弹药库，巨大的爆炸场面通过视频传遍网络，也再次展示了乌军在空中打击上的新战力。库尔斯克方向，昨日乌军继续向俄军控制地区发起大规模空袭，击中了俄军空降部队的驻扎地。地面战斗方面，乌克兰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泰特斯诺南部的边疆区域。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仍然控制着数十平方公里。6月13日，俄乌战场再现荒诞一幕，几乎让人怀疑是在看战争喜剧。当天，俄军2架苏25攻击机在顿涅茨克执行任务时，竟然上演友军互殴的离谱场面，其中1架战机意外被己方同伴击落。据现场通报，2架俄军苏25战机当时正在对乌克兰阵地进行空袭，其中一名飞行员在远距离发射非制导炸弹时，不知是操作失误还是过度紧张，竟直接命中飞在前方的僚机。第1架战机被击中后当场坠毁，飞行员紧急弹射跳伞，所幸成功生还并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暂无生命危险。俄方媒体也尴尬地承认了这一事故，称飞行员因任务紧张误将友机当成目标开火。但无论如何解释，这样的乌龙事件都令人瞠目结舌。一位网友嘲讽道：“俄空天军狠起来连自己人都打。”相比之下，乌克兰空军在同一日的表现则显得干净利落。乌军南部战区报告称，1架米格29战机当天精准空袭俄军南部集群的一个大型军事基地，爆炸现场威力惊人，浓烟直冲数百米高空，基地中的弹药、燃料和无人机几乎被一锅端。这一对比可谓高下立判。俄军飞行员近距离空袭时心惊胆战，生怕成为防空系统的下一个猎物，于是干脆在远处盲打，结果连自己人都成了牺牲品。而乌军飞行员则在情报支持下，精准打击要害目标，效率与素养形成鲜明对照。这一事件不仅暴露出俄军飞行员训练水平和心理素质的严重下滑，更反映出俄空天军在高压作战环境下所面临的混乱和失控。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大量伤亡之后，剩下的人越来越难以应对现代战争的复杂挑战。在这样混乱的指挥与作战机制下，俄空军的自毁式表演恐怕还远未结束。俄乌战争的影响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外溢至整个欧洲。俄罗斯正在对北约边境附近的核设施进行全面升级，这一动向立即引发西方警觉。据 Nexta 消息，
莫斯科已启动对多处敏感地点的现代化改造，首先被锁定的就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这里的俄军基地已悄然扩建，不仅新增了3重安全围栏，还配备了先进的军事设备。有传言称该地甚至已储存了约100枚战术核弹头。加里宁格勒紧邻波兰和立陶宛，是俄罗斯在欧洲心脏地带的一颗核按钮。如今局势更趋复杂。几天前，乌克兰方面曾突袭这一地区的俄军设施，这或许正是对核设施升级的正面回应，也可能预示着更多类似打击的出现。而在白俄罗斯境内的阿西波维奇，俄军也莫闲着。当地一座苏联时期的老旧核储存设施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并新建了可供防空系统部署的装载平台。此外，在遥远的北部，靠近芬兰与挪威的科拉半岛，俄方正在修建约50个掩体式储存结构，据称用于部署潜艇携带的弹道导弹。俄罗斯官方尚未就这些动态做出回应，但这些迹象无疑昭示着一场核战略布局的系统性重塑。紧张局势下，欧洲内部的政治版图也悄然生变。斯洛伐克总理菲科近期罕见地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一态度转变令外界瞩目。要知道，斯洛伐克此前一直与匈牙利一样，被视为欧盟中立场亲俄的成员国。相比之下，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则继续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警告这会将欧洲推向危险边缘。两个长期并肩质疑欧盟原乌立场的国家，如今突然出现政策裂痕，让外界猜测背后的地缘和经济博弈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欧盟对此早有不满，长期以来对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亲俄政策的容忍正接近极限。布鲁塞尔已开始讨论是否削减对两国的财政补助，以迫使其重新审视与俄关系。而随着斯洛伐克出现政策松动，欧盟内部的统一战线或许将迎来新的整合机会。6月16日夜，以色列空军对伊朗福尔多铀浓缩厂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猛攻。这座位于库姆省山体深处、地下强化的战略堡垒，曾被视为伊朗核计划的核心，如今却在巨大的爆炸中陷入火海与浓烟。地震监测机构确认当地发生了 2.5 级地震。有人惊呼，以色列是不是用上了核弹？ Stack 新闻甚至断言，以方或已动用超级炸弹，威力足以穿透地下50米岩层。不仅如此，以色列空军如今已经掌握了伊朗上空的制空权。用以军的话说，任何目标，只要我们想，它就消失。当被问到是否准备推翻整个伊朗政权时，内塔尼亚胡冷冷回答，这可能会是结果。伊朗领导层非常软弱，伊朗何止是软弱，完全是不堪一击。但即便如此，东方某军事专家还在战前信誓旦旦地称，伊朗半个小时就可以灭掉以色列。结果却是所谓半个小时能灭掉的以色列的伊朗，4天就投降了。虽然伊朗表面还在朝以色列发射导弹，搞点对等回应的样子，但真相是，德黑兰已多次通过中东国家向美以传话，愿意重返谈判桌，永不拥核，只求停火。可惜以色列不吃这一套。内塔尼亚胡直言，他们嘴上谈判，背地里冲刺核弹。只有彻底摧毁他们的核能力，才算真正安全。更讽刺的是，伊朗的盟友俄罗斯也撇清了关系，不仅拒绝提供军事支持，还敦促伊朗高层放弃核野心。据传，哈梅内伊的亲信已秘密前往莫斯科磋商紧急撤离方案。此外，北京时间6月16日21点左右，以色列国防军向伊朗首都德黑兰第3街区的居民发出了疏散警告。以军方表示，未来几个小时，以色列将对该地区采取行动，因为该地区存在着大量军事设施。那里不仅是伊朗最繁华的商业区，还汇聚了大使馆、联合国办事处等国际机构。几个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总部被以色列2枚导弹摧毁，整栋大楼城废墟。在伊朗愤怒回击之际，他们连续2轮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但成效几近于0。第1轮10枚导弹全数被拦截，
无人伤亡。第二轮动用140架无人机与数十枚导弹，结果几乎全数被以军防空部队击落，仅有1枚导弹误中民宅，无人员伤亡。而此时，更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出现了，以色列导弹精确击中了德黑兰尼泽拉巴德中央监狱，监狱结构被炸毁，大量囚犯趁乱逃脱，整个城市陷入混乱。德黑兰郊区接连发生连环爆炸，以色列还袭击了连接德黑兰与库姆之间的石油通道主干道，这是伊朗能源命脉之一，一旦断绝，经济将迅速瘫痪。以色列的行动再次震惊世界，在短短数日之内，伊朗高层接连遭到重创。刚刚上任不到4天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阿里·沙德马尼也未能逃过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6月17日，以色列方面正式宣布，沙德马尼已被成功清除。他的任命仅仅是在6月13日，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亲自下达，用以接替在上周五空袭中被击毙的前任总司令阿里·拉希德。而那场空袭也同时带走了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海山·萨拉米的性命。接连2位总司令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相继被击毙，伊朗军政高层似乎陷入了混乱。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沙德马尼之死只是开始。在他之后，伊朗圣城军情报局局长穆森·巴克里与副手阿布·尼库埃也被以色列导弹精准锁定。紧接着，革命卫队情报机构的2位负责人哈桑·穆哈克格和萨达尔·拉丹也先后遭到击毙。德黑兰方面目前尚未对这些密集打击事件做出明确回应。然而，连续的打击毫无疑问正在摧毁伊朗的情报与军方指挥中枢。一些分析人士已将当前局势与去年的黎巴嫩真主党高层遇袭事件相提并论，当时也是在领导人刚刚上任后便迅速遭到以色列的空袭。更加引人注意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最新表态中毫不避讳地表示，不排除未来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采取类似袭击手段。言下之意，战争的火焰或许正向更高层级蔓延。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再度成为焦点。在这一世界石油运输命脉上，3艘船只突然起火，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但这无疑加剧了各方对地区局势失控的担忧。伊朗曾多次威胁要封锁该海峡，一旦成真，以色列势必也将对其海军发动打击。目前，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正快速驶向中东海域，局势剑拔弩张。而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美军已出动，但以色列至今的所有攻击行动均是单独完成，未见有美方直接参与。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